第42章支援。一场轰轰烈烈的早会就这样落幕了。我去外面抽烟，烟缸点上就看到了周光华那张像弥勒佛一样的笑脸。我当时有一股冲动，恨不得把烟头直接摁在他脸上。我们农村人讲笑面虎，周光华就妥妥是这样的人。周光华当然能看出我的愤怒，但是他一点也不在意，凑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咱们男人的这口气你得正起来，这样如果这个月你能赢，我向总公司申请给你授予金牌销冠的荣誉。目前我们深圳公司得到这个荣誉的人还只有高燕。高燕得这个荣誉的时候是2年前，那个时候博越还只有10几家分公司，现在我们全国有40多家分公司了，金牌销冠1年就凭5个人，你拿到了这个荣誉，以后可以在全公司横着走。周光华显然是打了一巴掌再给我一颗甜枣，我心想什么狗屁，金牌销冠那就是一块破牌子而已。周光华用这个笼络人心管用，但是此时的我已经冷静下来了。周光华是商务总监，是深圳公司的老大，我真能跟他翻脸，所以我只能装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那种心情像吃屎一样难受。中午，马从进看我心情不好，特意请我到豪上豪吃西餐，他一直都在笑。我说你笑什么？有那么好笑吗？马从进道，他妈的，我当初招你进来的时候，你3棒子都打不出个屁来，让你搞个陌生人搭讪，你脸红的像小姑娘，这才几天功夫，你今天跟孙红英对起来都没有落下风。看来男人这种动物，有时候真的得逼一下，不经历一点风雨，不受一点委屈，不遭遇几次打击成不了气。我笑了笑道，老马，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感叹人生了，我现在拿什么跟孙红英斗啊，业绩差几万，人家手上肯定还有单，我现在这些客户都感觉逼不出来。马从敬耸耸肩道，我只能给你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斗争，我帮不了你。我恨不得给马从敬一下，我心中清楚，马从敬如果能帮他肯定会帮，关键是现在我的客户基本上榨干了，相比老业务员，我的基础和底子要薄得多。那些老业务员保护系统里面动辄都是几十个意向客户，他们签过单的老客户也是几十上百个，如此多的人脉在，他们随随便便搞一下都能榨点业绩出来，我的积累还是太少了，所以要跟他们硬刚还需要积累客户。不过现在我没有这个机会啊，别人直接就打上门来了，一顿饭吃的索然无味。下午我出去逼单，忙活到差不多晚上8点才回来，毫无收获，铩羽而归。晚上苏雪娇给我打电话，问我吃不吃家乡的油炸豆腐，我说想吃，她开车过来接我，我们一起去保安。进了房间，我把她搂在怀里，真的想大哭一场。苏雪娇用手摸着我的脸颊，道，他妈的，你那是什么工作啊，把人逼得这么狠，要不你干脆辞工得了，我们一起搞皮鞋厂，我们厂子现在搞起来了，业务也比较稳定，我们一起搞，几年下来绝对能赚钱。那么一瞬间我真的心动了，搞鞋厂我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我和老黄搭上关系了，我不指望老黄给我优待，只要让我进他的圈子，我搞鞋厂挣钱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但是这个念头只在我脑子里闪一下，迅速就灭了。我骨子里不愿意输，我就算要辞职，我也要体面的离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干不过别人，灰溜溜的滚蛋。还有，我灵魂的深处依旧还藏了一点理想。以前我在工厂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接受一辈子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因为我觉得人这一辈子能够普通平凡的过日子，有一个爱人陪着，有一个和睦健康的家庭，这样完全可以心满意足了。但是现在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却不再甘心平庸了。宋果用冰冷的现实教会了我想象的普通平凡生活注定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搞鞋厂是个门路，但是满足不了我勃勃的野心，我内心深处隐藏着更大更高的野望。我和苏雪娇像情侣一样依偎缠绵，我这些天在外面经历的那么多风风雨雨，似乎都在这种缠绵中被抚平了。我把她抱在怀里，心中真的充满了感激。苏雪娇的人生中兴许有很多难言之隐，但是于我来说，她对我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她默默的为我付出了很多，并没有要求我有任何回报，甚至连名分都看得很淡，并不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比宋国更值得被我珍惜和呵护。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在睡梦中想到了很多的事情，我想这一辈子我经历了那么多困难，我还是我还能好好的在深圳生活，我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困难能够压垮我。我就想我现在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把自己在深圳签过的客户全部列了出来，这些客户我能有签单的机会吗？我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了我跟老黄说的那个概念，那就是行业网站的概念。老黄一个人有18个鞋品牌，他完全可以做一个中国皮鞋网这样的网站。如果一个客户能做这样一个门户的网站，那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我一下从床上蹦起来，外面天色刚刚亮呢。苏雪娇说要送我去上班，我直接拒绝。我乘坐地铁直奔公司，我第一件事就是找技术部，要把这种项目的可行性给捋清楚。毕竟这种项目以前公司从来没有做过。技术部的经理姓刘，叫刘晓，
是个很不好沟通的人，业务员一般督促他，但是我找到他提起这事儿，他态度竟然非常的好，他马上安排技术组开会，让我也参加，搞得我有点受宠若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道：他妈的，一定要赢，替咱男人争口气。我一听这话，简直是绝倒了，我和孙红英之间的屁还真成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斗争了。